从前有个国王，对百姓非常仁慈，心里常常想着百姓的疾苦。每次他出去巡视，都在车上满载着衣服、食物、药品等，用来接济那些穷苦和有病的人。看到死者，他总是亲自去处理后事。他想了许多办法，以求改善百姓的生活，也常常责备自己。国君缺乏道德，才会弄得百姓贫穷；国君具备了高尚道德，百姓才能富裕。现在我的王国里，百姓的生活还很穷困，正是说明我缺乏道德啊！国家在国王的治理下，一天天富强起来，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。国王得到大家的爱戴和尊敬，远近十方的人们都来到他的国家。国王的善行及百姓对他的拥护，都被天地视看在眼里。他感到自己的座位底下直发热，心里一阵阵发慌。下届的这个国王如此德高望重，人们将会尊敬他而不会尊敬我了，他将取代我的地位，不行，我得想尽一切办法败坏他的德行。于是天地氏变成一位老婆罗门，破破烂烂、步履艰难的来找国王，向他乞讨1000元银币。国王立刻叫人拿给他。天地氏见此计不行，连忙说：“大王，谢谢您了。不过我年老体弱，记性又差，这么多钱恐怕保管不好，哪一天就让小偷偷去了。我先把钱存在您这里吧。”国王告诉他：“你要用就拿去用，不必担心小偷，在我的国家里早就没有小偷了。”但老婆罗门仍一再请求把钱寄存在国王那里。国王没有办法，只得答应他。天地氏走出宫门，心想：1000元银币你不在乎，一个王国你该心痛了吧？于是又变成另一个婆罗门，来到王宫觐见国王。他装模作样的感叹道：“大王，您的功德真是无量啊！远近十方人人皆知，人人向往。您真是一位英明的君王啊！您看我翻山越岭，一路忍饥挨饿，风餐露宿，辛辛苦苦的来到您的国家，就是想向大王请求施舍。”国王慷慨的应允了。婆罗门又说：“我生于穷苦家庭，祖辈、父辈都一直受苦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富贵日子，但现在我知道了，在您的国家里，百姓都过着富裕的生活，我也不甘心再忍受一辈子的穷困，所以今天我来请求您，请您把您的国家施舍给我吧。”国王说：“很好，就这样吧。”便与王后、太子乘车离开自己的国家。天地氏见此计仍行不通，又生一计，变成另一个婆罗门，半路拦住国王的车，说：“大王，您一向爱施舍穷人，现在我正需要这辆车，能不能请您把车施舍给我呢？”国王又答应了，毫不犹豫地把车马都送给了婆罗门。白天，他带着妻子、儿子一同步行在山路上、田野上，晚上他们就找一片树林或一个山洞住宿。有一位僧人，常年累月的修行，也有了一些神通。他一向尊敬国王的崇高道德，听说国王失去了国土，失去了车马，每天带着妻儿艰难的到处流浪，感到非常奇怪，就用神通一算，知道都是天地氏出于嫉妒心所做的好事。于是他借着自己的神通，来到国王休息的地方，变出一辆新车送给国王。第二天早晨，天地氏发现了这辆新车，就又变成另一位婆罗门，要求国王施舍这辆车。国王又把这辆车送给他。经过长途跋涉，国王一家3口来到邻近的一个国家，进入国界才几10里，迎面又碰上了天地氏最初变的那个老婆罗门。老婆罗门高兴地对国王说：“大王，真高兴能在这儿碰到您，我正要去您的国家，要回那1000元银币呢。那是您早就答应给我的，而且钱一直存放在您的仓库里。”国王为难地告诉他：“是有这么回事，我想起来了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把整个国家连同我的一切财产
统统都给了人，当时也忘了您这1000元银币的事。天地氏心里暗自得意，故意说：我是信任您，才把钱存在您那里的，现在我有急用，请您一定要在3天之内把钱准备好。国王没有办法，又不愿失信于人，只好把妻子卖到一个财主家当女仆，把儿子卖到另一家，得了1000元银币，交给老婆罗门。王后在财主家当女仆，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，伺候那家的女儿起床、吃饭、洗澡、睡觉。有一天，那家小姐脱衣沐浴时，将珠宝首饰悬挂在架子上，不料天地氏化成一只凶猛的老鹰，一下子就将所有的衣物珠宝全部抓走。小姐洗完澡，怎么也找不到那些东西，便一口咬定是这个女仆乘机将东西偷走了，不由分说的将她关到狱中。国王的儿子到了主人家以后，晚上与主人的儿子同睡一张床上。一天深夜，天地氏偷偷潜入那家，把主人的儿子杀死了。主人伤心极了，认为是这个小仆人干的，也将他关入监狱，母子同被关进监狱，备受折磨，饥渴交迫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这样的冤屈到哪儿去申诉？他们束手无策，终日哭泣不停，人们都非常同情。国王东奔西走，想尽一切方法，终于借到1000元银币，想去赎出妻子和儿子。路上他想，这一切苦难都是因为我过去做了坏事后造成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就专心诚意的祈祷起来。他的诚意使他得到了神通，看清眼前所发生的一切，明白这一切灾祸都是由天地氏一手造成的。这时，空中传来一个声音说：快去杀死天地氏，正是他害得你无家可归，备受磨难啊。国王回答说：我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听说天地氏对世间的人和物都怀有恻隐之心，对众生如同慈母一般呐。一切众生都承蒙他的恩情而存在，也正是因为他没有做过恶事，才得到天地氏的宝座啊。不过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不到。如果天地氏还一味胡行，总有一天也要下地狱的。天地诸神听了他的这番话，无不点头称善。邻国的国王也听到这件事，连忙下令把关在牢里的王后和太子放出来，并亲切地接见国王一家3口。听国王叙述了他一家所受的苦难后，这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为他流泪，并痛恨天地氏的。这国的国王对这位受尽了苦难的国王说：你就安心的住在我这儿吧，我分1半国土给你。这时，这位国王的国家的大臣与百姓也找来了。原来自从国王出走之后，亡国无首，大臣与百姓都非常着急，四处派人寻找国王的下落。终于在邻国找到了自己的国王。这位国王在受尽苦难之后，在大臣与百姓的陪伴下启程回国。亡国的其他百姓闻讯后，远道赶来欢迎他，邻国的百姓也都赶来欢送，两国的人民一喜一悲。本国的百姓人人兴高采烈，因为自己的好国王又回来了。邻国的百姓却不免有点悲伤，如果自己能在这样好的国王的治理下生活，那该有多好啊！干尽坏事的天地氏后来终于下了地狱，此故事根据六度集经卷1，国王本生改编，参见大正藏第3卷第2页。